前阵子选秀节目《大嘻哈时代》当中出现了一句歌词，引发了网络社群之间对于原住民加分制度的热烈讨论。那这个制度真的有什么用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原住民加分制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哦。在大嘻哈时代第2集当中，台大医学系的选手神经元因为在节目上面表演的一句歌词唱到“想要念医学系，你的大考分数得破表”，有人成了 1.35 还是没有高，而引起了一些原住民网友的不满。那随着争议的延烧，网络上面也出现了很多关于原住民加分制度的讨论。有些人觉得这个制度的存在利益良好，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制度其实根本没有用，甚至会带来更多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哦，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呢，透过一些研究的调查跟数据资料来看看这个加分制度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获得什么实质的成效呢？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年后转职潮来临哦，你也正在烦恼职涯的下一步吗？为了鼓舞各位辛苦的求职者，最近1111人力银行又推出了找工作送1万元活动。简单来说，只要你成功找到新工作，1111就送你1万元的奖金了。不管新旧会员，只要是前1000名符合资格的人都能够申请领奖。那申请资格也很简单，只要是透过1111投履历找到新工作，不论是正职啊、兼职或是工读生都能够申请。审核通过之后，就能够把1万元带回家。6年来，这个活动已经送出了超过2000人份的万元大奖。1111希望能够借此帮助大家找到理想的好的工作，发挥所长，成就更好的自己。那如果你想要趁着求职的旺季转换跑道，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了解详情，送出履历吧。原住民学生升学保障办法，也就是俗称的原住民加分制度，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也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改。我们之前有讨论这个制度为什么会出现，那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看这个地方。那话说回来哦，目前原住民考大学的保障主要分成2个部分：加分跟保障名额。加分是指呢，用考试分发入学的原住民可以加分 10%， 而有通过族语认证考试的则可以加 35%。其他入学方法呢，则是各校看状况有待处理。而至于保障名额，则是指各校要提供外加 2% 的名额给原住民。比如说呢，这个系上原定招生100人，就要再开2人的名额给原住民生，而这样子一届呢就是102人。换句话说，原住民之间要彼此竞争这 2% 的名额，不会影响到一般生的竞争。那这个制度的目的呢，大致有2个方向。首先是保存原住民文化，也就是用上好大学当作诱因，让年轻的原住民啊，还有他们的父母更重视、更愿意去学习族语，打好保存文化的基础。而第2个呢，则是改善原住民学生升学弱势的处境，提供他们更平等的教育机会。因为原住民在历史上面长期受到压迫跟剥削，社经地位啊，还有教育程度都相对弱势，所以就透过保障一定就学的机会的方式呢，提高他们的教育程度，缩减跟一般生之间的差距。那么实施这么多年下来，这个制度对原住民的文化保存还有升学弱势的处境，真的有产生什么实质的成效吗？首先，在保存原民文化上面呢，这个加分制度在搭配其他的族语政策以及民间人士的推动之下，族语认证的报考人数确实有在增加。那因为考试制度有过蛮多次的变化，我们就以比较近期的数据来做比较，可以看到从2017年到2021年，报考人数1年比1年多，而且在2021年成长的尤其多，总共有4万多人报考，通过的人数也破纪录，有将近 1.4 万人。那有不少学者认为呢，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文化的根基在于语言，而现在很多的年轻原住民可能一生都没有机会认识到自己的文化，那这个制度至少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他们去接触族语，那总比呢完全没有接触的好。像是一些都市原住民，就可能因为父母担心他们受歧视而避谈有关原住民的事情，导致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一无所知，甚至有人到了要考族语认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哪一族的。那这个加分制度呢，就等于是他们认识自己身份的第一课。不过也有很多的原住民学生认为这个制度虽然能够增加他们对于族语的认识，但是影响的幅度不大也不持久，对于保存文化的效果有限。因为他们考认证呢，多半只是为了升学考量，而且考试内容也相对简单，往往考完就还给老师了。那就算真的有心继续认识族群文化，上大学之后也很少有学校或是科系有提供原住民相关的课程。
衡量原民生升学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大专院校粗在学率，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的学龄人口当中，正在就读大专院校的人数比例。比方说呢 ，A 组有100人处在读大专的年龄，而其中呢有77人正在读大专，那 A 组的这个粗在学率呢就是77%。那根据官方的资料，原住民的大专院校粗在学率呢，从2010年的45.2% 上升到了2020年的57.6%，而一般生呢，则是从84.9% 上升到了89%。也就是说，双方的差距在10年之间从39% 变成了31%。那虽然有缩减了，但是幅度并不算大。而且在近几年间，缩减的速度又更缓慢了，双方差距一直维持在31到34% 之间。也就是说呢，虽然有更多的原民学生进到了大专院校就读，但他们在升学上面相对弱势的处境并没有很大幅度的改善。而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这些原民生在进入大专院校之后，选择退学的比例很高，也比一般生高出不少。2020年大专院校原民生的退学率高达了 12.5%， 而一般生则是 7.3%。再往前几年看呢，也都差不多，原民生都落在12-13%， 一般生呢则都是有6-7%，有一定程度的差距。而且如果用原民生每年 12% 的退学率来计算，就意味着大学4年下来，最后可能有4-5成的人都退学了。相较之下，一般生每年 7% 的退学率，大学4年下来，最后退学的人大概只占2-3成。那根据调查，原民大专生退学的原因主要有2大类，一个是经济状况，也就是无法负担学杂费等等的开支，或是因为要去工作赚钱而无法兼顾学业。第二个则是适应困难，因为有些透过加分制度入学的原民生呢，跟一般生在学业程度上面会有差距，所以可能就会有很大的课业压力或跟不上课程进度。那除了学业压力之外呢，有些人则是因为文化冲击或是大大小小的歧视，难以适应学校生活而决定退学。就现有的资料来看目前这个制度到底有没有效，各个学者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学者认为，不管是在保存文化跟改善升学弱势这2个面向上，这个制度都没有达成什么很显著的进步，所以称不上是很有成效。但也有其他学者认为没有大幅度的进步，并不代表这个制度没效，因为这个制度目前做到的呢，很可能是阻止或者减缓退步。如果没了这个制度状况可能就会变糟。那除了这2种意见之外，还有很多的学者则是认为现在还不适合评断这个制度的成效，因为缺乏更多的调查研究跟分析，很难准确的去评估，所以应该要等相关的研究更成熟一点再下结论会比较好。那除了成效之外其实各界对于这个制度也有很多其他面向的讨论跟争议。原住民加分制度最主要的一个争议是公平性，有不少人认为虽然原民生剩外加的名额，但就结果而言，就是原民生可以考上的系，原始成绩更高的一般生却考不上。那这对于一般生来说还是不公平，还可能让原民生产生怠惰的心态，就觉得反正有加分就不努力读书。不过有人认为这个制度的概念本来就是基于不平等的现况，才需要透过差别待遇来达成实质平等。所以台湾有升学保障的也不只是有原住民，像是重大灾区学生呢就有类似的保障。那除了刚刚提到这2种立场之外呢，还有一些人是虽然认同目前制度的方向，但认为族语认证这个加分条件其实不公平，因为它忽略了原民生内部的城乡差距。他们认为很多都市原住民拥有的教育资源其实跟一般生是差不多，不能算是弱势，但却还是能够靠着族语加分。那这不仅对一般生不公平还会让真正弱势的偏乡原住民被剥夺更多的机会。那当然对此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认为在都市原住民当中呢，依然有弱势的人，而族语认证也不是无偿加分，要通过考试一样要付出努力，没有不公平。而且偏向原住民呢，多半生活在部落，族语能力比较好，所以族语认证其实才是能够保障他们的做法。除了刚刚说的公平性之外呢，还有人是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认为就学就业应该要因材施教，适才适用，才能够培养出最多的人才。尤其像医学系这个样子具有高度的专业，会影响社会安全的科系，更应该要凭实力录取，对台湾整体的社会来说才是更好的做法。但也有人强调，不能够为了追求社会效益就忽略了社会正义，毕竟原住民族是因为长期被主流体制打压，才会导致呢他们在教育文化等等方面遇到阻碍，处于弱势，所以提供升学保障也是另外一种进步价值的体现。那说到这里不管是各种成效的分析，或是制度争议的讨论，其实多半都是专家学者的分析结果，或是他们的意见跟理论。那么我们就很好奇，实际受到这个制度影响的原住民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个制度的呢？根
根据一些研究的调查，原住民学生普遍肯定这套加分制度确实提供给他们更多就学的机会。另外，也有很多人表示，透过这套制度考上国立大学的机会更多，而国立大学的学费又比较便宜，所以这也减轻了不少家庭的经济负担。但是在这些优点之外呢，很多原住民学生也表示，这套制度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因为加分制度可能会加深大众对于原住民能力不足的刻板标签，也可能让部分的一般生感到不公平，而进而呢跟原民生起冲突，导致原住民学生难以适应学校的生活。而此外，程度的落差也可能导致原住民学生跟不上学业，进而打击他们的自信心，甚至造成自我歧视，觉得原住民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所以常常会想放弃呢这个读书的念头。也有不少的原住民认为，这个政策想要解决的2大问题，应该要从加分制度以外的地方来进行改善。在升学弱势的问题上面呢，有不少原住民表示，虽然加分制度能够提供更多的就学机会，但很多人更在意的是原住民学生实际上的学习状况，而这部分呢又跟偏乡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很有关系。他们指出呢，在偏乡部落的学校，虽然硬体资源已经慢慢的补足，但人力资源还是很缺，依然呢有教师荒的问题。不仅如此他们也很缺乏课后辅导的资源，因为在这些地方很多父母都为了赚钱离乡背井，把孩子留给祖父母照顾。那这些祖父母多半教育程度也不高，没有办法教孩子写作业或解决他们课业上的问题。有人就举例这几年间呢，很多民间组织像是招募偏乡教师的 Teach for Taiwan， 或是提供多元教育、课后辅导的孩子的书屋、太原书屋等等，就是在补足这些需求，也变相显示出目前政府在这些方面还需要做的更多。而至于保存文化的部分，很多原住民则认为，让更多人呢去学习使用族语，确实是很关键的基础。尤其很多原民的文化呢都是口耳相传的，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如何从根本上面去增加族人学族语的动机，并消除他们对于讲族语的抵触心理。比如透过影剧作品等等的方式，去增加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族语的机会，来增加原住民的民族认同感，并且改变社会对于原住民的歧视问题。除了许多包含原住民族语的音乐戏剧作品之外，之前原民会主席在立法院用族语发表报告，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我们最初在写这一集脚本的时候呢，本来只想要整理一下这个原住民升学保障的制度获得了怎样的成效。不过在整理过程的当中呢，发现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讨论跟观点。不过还是有很多上面的讨论当中没有讲到的部分比如说呢，有学者反对族语认证作为加分条件的理由，是认为这种做法呢，等于是要原民生用语言能力去证明自己够不够原。但是他觉得原住民的身份不该是建立在语言上面，况且族语之所以会流失，是过去政权的打压所导致的。那这样子呢，用考试来证明原民身份，等于是把不会说族语的原罪都推给原住民了。这个观点呢，是我们自己比较没有思考过的角度，那也想要在这边分享给大家。而另外有一个我们觉得很值得再一次强调，但常常被忽略的面向，是很多的原住民会去讨论的加分制度之外的问题。而这可能是因为呢，加分制度所追求的目标是解决一个很庞大的结构性问题，那光凭这个制度本身其实很难达到，会需要很多其他的政策一起配合。所以我们觉得这些原住民所点出的问题虽然看似跟加分制度本身没有很直接的关联，但是在判断制度成效的时候，其实也该被放进来一起讨论。那当我们观察的越全面，考量的越全面，那也许呢就更有办法去找到更好更有效的方法，也说不定好的，那最后就想要来问大家，你支持原住民应该要有升学保障制度吗？支持给予升学保障才是实质平等，比不支持我觉得这对于一般生不公平。所以我认同这个制度的精神，但觉得应该要针对教育资源下手，而不是直接加分。第一不知道，我觉得很难看出来到底有没有成效。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原住民加分政策有用吗？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原住民为什么可以加分，以及台湾教育不平等的议题。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